拆解100首氛围电子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苗启。今天来给大家分享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阿尔法难的一首作品，叫做 Azura。那么这首作品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主旋律，主要靠和弦、和声性的元素的堆叠和推进来让整个作品去发展的。那同时呢，因为它的制作手法上相对比较简单，也非常适合我们刚开始着手研究制作自己电子音乐的爱好者们去学习和了解。那么首先我们先来听一小段。OK， 我们先听到这儿，相信有很多人就会觉得，怎么一直在等一个东西？你可能等的就是要么就是一个人声的主旋律啊，或者是一个乐器的主旋律啊，或者是可以类似于扮演主旋律的一些元素出现，可能你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对吧？那其实对于很多资深的电子音乐听众来讲，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听感了，因为在我们的作品当中有很多是这种没有主旋律，只有这种和声框架和元素堆叠推进的这种作品。那么它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因为每个人在听到这种类型音乐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一个想象的空间，也就是所谓的留白，所以你再结合的这种很好的一种听感，结合你自己思想的一个东西，很容易对撞出或者产生一种你自己想象中的那种很美好的画面。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想象的这样的空间，但是可能经常听流行音乐的，或者是经常听主旋律性的一些作品的话，这些朋友的话就会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那这是这首作品的一个特点。那但是我想提醒一些制作人朋友们，就是如果你在现在这个时代做这个类型的作品的话，可能就会有点危险了因为这首作品它是发行在2018年，也就是我认为那个旋律渐进也好，或者是 progressive 这个类型的音乐在鼎盛时期之后开始走向下坡路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出现的这个作品。那么这首他的作者呢，阿尔法难，他本身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制作人，所以在你听了他其他的作品，你再听这首作品，你会觉得他是相对极简的一个方式，或者是相对做减法的一种方式来做这首作品的。那么因为他有了很多的粉丝听众，所以再去听这首作品的时候不会觉得他怎么样。但是如果你现在这个时代都已经是这种快时代这种短视频时代，你再去做这么长去推进，结果还没有新鲜东西出来的这样的一种音乐类型的话，很容易就被听众就 pass 掉了哪怕是再资深的这个电子音乐乐迷，他可能也会逐渐的会觉得没有等到一些新鲜的东西，或者他想要的东西可能就会切割。所以现在你做这个稍微有点危险，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时候这种类型还是蛮多的好，那我们继续来拆解，来看看我大概扒了一下这个音乐作品它不是和弦推进吗？主要靠和弦性的一些元素的变化。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个怎么个和弦法。首先我来放一下我大概扒的这个样子。那这个工程呢，我也是已经上传到了我们的课程平台的免费资源区里，那有需要的同学可以去下载来学习了解一下。好，我们发现它的和弦其实是比较平的，只是在这个句中的结尾处做了一些和声性的一些变化，这个句末的结尾的地方也是做了一些小小的一个走动的一个变化，但是又回来了然后在这个句子中间里面会藏一些小小的小旋律。我现在把这个合成器的 cut off 打开一点把这个 cut off 打开一点，我们再听得明显一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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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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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它藏在里面的东西。然后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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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噔噔噔噔噔，哎，这是它这个虽然是只有和声啊，虽然是只有和弦，但是也藏着一点点小小的一个小旋律。不然的话，如果你纯只有一个音的话，那这个听感是很差的啊，所以它我记得我在那个 Beatport 上面去看他这个专辑的介绍里面也是说啊，这个阿尔芬纳去用的这种经典的和弦推进、和弦进行与什么什么节奏进行的一种融合、一种结合，怎么样的啊？那这是它的这里面的一个小特点。这首作品呢，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发现，如果按正常逻辑，我们加一个 Kickstar 去测练我们的这个和弦的话，它正常的听感应该是找一下 Kickstar 啊，它正常的听感应该是这样的。是每一拍基本上都被压掉的，对吧？哪怕我把这个cut off 打开，这些滤波器打开，它也是这种听感。但实际上我们听到的原作品，它在这个第一拍的上面还是有感觉到有哒哒能听到这个的。我们听一下。所以它前面第一拍和第五拍的那个重拍上的第一拍上的那个音其实是放开了的啊，没有完全用侧链压缩去压。那这个时候你用 Kickstar 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用。那么我再去复刻这个作品的时候，我做的事情就是用这个侧链这个压缩器做这个侧链压缩，然后旁边挂了一个 LFO， 然后就让它去自动化的去控制这个，然后需要影响很深的时间比较长，就让它去这样工作，然后短的时候说让这么一下，让它关小这么一下，从而让它把这个音头让开。我们听一下啊。哒哒，这是它的一个听感上稍微有意思的一点啊，但同时它的贝斯其实是它并没有这么压，贝斯就是始终的用这个 Kickstar 就可以了，让它每一拍去压。这样就不会说，哎，我的这个低频跟那个底鼓的低频有特别多的冲撞，或者是这个挤压空间，也是没有的，这是它的一个小特点。好，然后我们再来听一下中间这个部分。那有一些评论就会说啊，中间非常的美，非常的那个什么。我们现在先来听一下原曲，其实中间的内容特别的少，也是。OK， 我们现在来听一下8的这个内容，大概的这个意思。所以它主要有什么呀？第一个就是和弦，钢琴的那个和弦，然后还有就是像 pad 一样的东西。然后同时它这里面你是能够听到一点点像弦乐感觉的，那这个弦乐其实跟我们的 pad 是可以组成一种很好的组合，因为 pad 它是一种很数字化的一种音色，那这个时候你用一些弦乐的齐奏类的音色去跟它进行一个组合，它就能在一些谐波上就等于是进行了一些补充，从而让它听起来好像更有真实感增强一点，或者是更有人味一点，或者是更有一些弦乐的那些突出的那些谐波，能让它增强比如高频的一些空气质感之类的啊。我们听一下。好，然后还少了一个东西，那就是人声的元素啊。我们来把下面这个加上。好，可能你没有听出来，我单独放这个人声。我把它开大一点。
哎，它很好的去把pad 和弦乐这种东西进行了一个融合，从而让它更有一体感。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女生的 vocal， 那女生的 vocal 本身就是偏高频的，它又增加了很多 air 的那种气音、空气音、空气质感。好，再听一下原曲。好，大概这个意思啊。那然后还有什么？我们有一个这个东西啊，为什么你会觉得有一种洗涤心灵的感觉呢？有一种好像有穿透力的东西呢？这个在之前的那个视频里面我们有提到，它有一个上方的这个音，上方的一个5度的这个属音，就是这个钢琴。开大一点。好，如果这首作品你说它唯一有旋律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了，我们能够听到一点点小小的钢琴，我们听一下啊。这个地方我就没有加这个旋律，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把这些基础的框架搭完了以后，其实这个旋律你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小小的一种写法，自己小小的一个变化啊。那它在这里的写法也特别的简单，就是贴着上方的这个钢琴的这个和弦，贴着钢琴和弦的这个高音最上层的这个音走啊，我们弹啊，哆西拉哆。然后是 re 西啊，这个是它的那个啊，我们放一下。哎，我好像弹错了。好像是这个啊，所以你看它刚才这个旋律是完全贴着这个高音走的啊，那我们其实也是可以这样去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你也可以贴着你的高声部去走，其实它就是一种情绪上的增强，因为这里它这个是一个 build up， 它需要去推动整个这个内容，推动情绪，而这些 pad 也好，其他的这些氛围元素，它再推再大声，它那个情绪还是需要有一个旋律性的东西去顶它，去往上助推一下，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小小的简单的小旋律去点一下，它这个情绪就出来了啊。好，然后马上就接到了后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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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哒哒哒哒哒哒这个爬音，这个爬音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它就是我们的这个哆西嗦哆西嗦哆西嗦的那个，这对于这个调来说就是那个哆西嗦哆西嗦的那个内容。我们听原曲。啊，因为我这里只是简单的扒了一下，少了很多效果啊 ，FS 什么的，所以听感上会略有不同，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太大声了。好。然后到了这个作品的最后副歌，当然它还是要加上一些这样的滤波器的一些变化推进，让这个情绪到了剧末有一种情绪上的一种推进。啊，一种变化性啊，这就是这首作品。其实这样说起来，这首作品好简单，对不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真的你觉得像神一样的制作人或者神一样的作品，它真的确实不是很复杂
啊，大家可以研究一下这个工程，下一下啊。好，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点赞加关注哦。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